今天我们来聊聊 IPEC 最近通过的一项重磅宣言。这项宣言正式承认台湾是独立政权，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消息一出，北京方面立刻气炸，台海局势瞬间变得更加紧张。为什么这份宣言让北京如此暴跳如雷？这背后又代表着什么国际风向的转变呢？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IPAC 是什么来头。IPAC 的全名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最初由多国国会议员共同发起。它被视为一个抗中大平台，目前涵盖了全球40个国家的国会或议会，集结约300名跨党派的现任议员。这些成员多半对北京的专制扩张持强硬立场，当中不乏知名的政坛人物与人权斗士，例如美国、英国、日本、欧洲多国的国会议员都名列其中。IPEC 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联合民主国家力量，共同对抗中共在国际上的威权影响，捍卫普世价值与人权。在过去几年里， IPEC 针对新疆人权、西藏自由、香港民主以及供应链去中化等议题都发声力挺，而台湾议题更是 IPEC 关注的焦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直到2024年才正式加入 IPEC 成为会员。自此之后，挺台抗中在这个国际平台上成为显学，讨论度大幅提升。今年 IPAC 在欧洲举行的年度峰会，就邀请到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亲赴会场发表专题演讲，堪称外交上的一大突破。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如今在国际间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IPEC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裴伦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发人深省：台湾问题已不再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自己的国内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将台海局势视为攸关自身利益的议题。毕竟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这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正在成为民主国家的共识。从欧洲议会、美国国会到亚洲多国的民意代表，大家纷纷认识到，如果让北京得逞吞并台湾，全球的和平秩序都将受到冲击。所以各国领袖在谈论印太安全时，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已经是绕不开的重点。在这样的国际氛围下， IPEC 于2025年11月初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年度峰会，并且高调通过了一份关于台湾海峡维持现状的宣言。不要小看维持现状这几个字， IPEC 这次可是把它的内涵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多年来，台海现状常被各方引用，却往往各说各话，语带玄机。例如北京口中的现状，指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民主阵营看来，现状是台湾目前保持高度自治，不受北京统治。过去这种模糊空间或许让各方暂时维持表面和平，但也埋下了认知落差的地雷。如今 IPEC 索性挑明了说，到底什么才是台海的现状？宣言内容特别列举了几条标准，非常关键。根据这份布鲁塞尔峰会通过的维持现状宣言，台海现状包含以下几个要点：台湾拥有并正在行使自己的独立治理权。换句话说，台湾有自己的政府，由台湾人民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台湾自己的内政外交。这本来就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行使主权管辖超过70年，台湾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权。IPEC 强调，这就是现状。台湾有权对自己的边境、领空与领海进行管控，例如谁可以入境，哪些船舰飞机能通过，完全由台湾当局决定。这同样强调了台湾主权运作的事实。任何阻止台湾执行边境管控的行为，都等同于破坏现状。台湾有权采取措施维持正常的经济运作，保护自己的社会免受恶意的政治干预。比如说，台湾可以自行制定经济政策，维持金融稳定，也可以防范外来势力渗透颠覆。如果有人企图用政治手段干预台湾社会，迫使台湾经济崩乱，那也是对现状的破坏。台湾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实质关系，注意，这里用词是实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正式外交承认，各国都不应被禁止和台湾发展各种往来与合作，这包含官方互访、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甚至安全伙伴关系。
，IPEC 特别点明，北京长期以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威胁他国不得与台湾交往，这种行径严重破坏了台海现状。其他国家也有权在不受中国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与台湾往来，这点是上述原则的另一面。不仅台湾主动交朋友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别的国家想跟台湾互动也不该被拦阻。北京最爱动辄跳出来警告他国不要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等等，但 IPEC 明确表示，你中国管不着，各国完全可以自由决定要怎么跟台湾交往，北京无权干涉。这等于是在国际礼仪上打脸了北京长年以来对各国的胁迫惯例。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任何政治安排都要获得台湾民众的同意。这句话可说是一锤定音，直接点出了两岸问题的核心，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2300万人民说了算。宣言强调，透过强迫或恐吓手段逼迫台湾接受任何未经台湾公民或其民选代表同意的政治安排，都算是对现状的破坏。直白来说，就是反对中国以武力或其他胁迫方式迫使台湾统一，因为那将是不被台湾人民接受的强制改变，当然背离现状。看完以上几点，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 IPEC 口中的现状就是台湾已经事实独立，他们等于把一直羞答答不明说的话摊开，讲了台湾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只是国号叫中华民国，尚未以台湾共和国之名被广泛承认而已。但无论名称为何，台湾拥有自己治理的政府，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任何企图否定或破坏这个现状的动作，不论是军事入侵、经济封锁、外交孤立还是统战欺压，都应该被视为挑衅。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做出对等的反制来吓阻侵略者。IPEC 在宣言中呼吁各民主国家尽速制定共同战略，一旦北京敢采取升高局势的动作，就要让它付出巨大政治与经济代价。这已经不是某一国单打独斗的问题，而是集体安全的课题。试想，当各国把对台威胁视为对整个自由世界秩序的威胁，就意味着北京若妄动干戈，将面对的不只是台湾单独的反抗，而是全球民主阵营的联合反制。从外交谴责、经济制裁，一直到更强硬的援助行动，都可能同步出现。这正是 IPEC 试图传达给北京的讯号。别以为欺负台湾没有成本，全世界都在看着，一旦你破坏现状，就准备承担沉重后果。这份宣言一公布，立刻引发各方强烈反应。首先，台湾政府对此表示由衷欢迎与肯定。台湾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回应说，感谢国际友人勇于发声，强调维护台海现状已是国际共识之一部分。台湾方面当然乐见各国更加挺身捍卫台湾的民主现状，毕竟台湾人民一直坚持着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维持现状就是最大公约数。现在连国际议会联盟都用行动确认台湾的主权地位，对台湾来说可说是一剂强心针，也是在外交上多年努力开花结果的体现。然而北京当局的反应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了。对中共来说， IPEC 的这份宣言无异于在国际舞台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北京最害怕听到的词就是台湾独立，而 IPEC 偏偏公开承认了台湾独立治理的正当性。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北京气急败坏的跳脚抗议的场景几乎是瞬间发生。果不其然，中国外交部和官媒随即发声明强烈谴责，照例他们会祭出那套老调，坚决反对任何国际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所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中共还扣帽子地痛批 IPEC 是反华分子的小集团，声称这些国会议员抱着冷战思维，企图以台制华，他们一定会再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宣称这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台海真正的现状。对此，北京官方可能更恼羞成怒的是， IPEC 戳破了他常年宣传的谎言。中国一直试图向全球洗脑。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文确立了北京代表中国的席位，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得到国际承认。实际上，越来越多国家已经点出重点，那项联合国决议根本没有处理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更没有授权北京管辖台湾。
IPEC 早在去年就通过声明强调2758决议不涉台湾，这次更进一步，干脆把台湾现状等同独立政权的观点写进了国际宣言中，等于告诉北京别再扭曲国际法了，台湾从来就不属于你中国。这番打脸难怪会让北京当场气炸。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共对台湾定位的说辞，北京老调重弹，所谓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且一口咬定这是两岸现状。但很讽刺的是，中共口口声声要维持的现状，正是台湾人民无法接受的虚构现状。事实摆在眼前，台北有总统府，台湾选举自己的总统和国会，北京从未统治台湾，哪怕一天，中共却硬要全世界相信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长期以来，多数国家基于一种外交模糊而不去戳破这层窗户纸。然而，真实现状终究只有一个，台湾已经分别于中国。IPEC 这次等于集体承认了这个事实。北京当局当然惶恐，一旦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了这种明确现状观，中共未来就更难以在所谓统一大业上自圆其说，甚至可能削弱他动武的借口。北京除了口头抗议，未来还可能采取哪些报复动作呢？可以预见的包括外交层面，中国可能向参与 IPEC 的国家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政府与这些议员切割，甚至可能召见多国驻华大使示威一番。但由于 IPAC 成员来自数十国，很难逐一施压。有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本身就支持议员做法，北京反而自取其辱。宣传层面，中国官媒大概率会开足火力，大骂 IPEC 不得人心、干涉内政、挑衅底线之类，同时继续对内灌输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只有几个反华议员在跳的论调。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国际风向正在迅速转变，越来越多民主国家的政要公然挺台，挑战北京的话语权。我们看到近年来，美国议长、欧洲各国高层接连访问台湾，日本政界人士也频频放话表示，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这些趋势都显示，北京想垄断对台主权叙事，越来越力不从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态度的转变。以往欧洲在台海问题上相对低调，但近几年因为目睹香港自由凋零、乌克兰饱受侵略等事件，开始警觉到中共对台野心的危险性。例如2023年，捷克新任总统公开称台湾是独立国家，立陶宛更顶住压力，让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以台湾之名成立。这些突破都让中国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而 IPEC 在欧洲的扩张反映出欧洲民意正同步觉醒。这次峰会正是在欧洲议会举办，欧洲多国议员联署力挺台湾，象征意义重大。宣言还特别提到，各国政府应评估台海危机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并公开结果，这就是敦促大家未雨绸缪，别等战争爆发才手足无措。在军事上，美国、日本等早已加强在第一岛链的部署和演习，为的就是防范台海突发事态。可以说，自由世界正在多层面构筑一道防卫网，目标直指中国可能的冒险行为。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国际间真的越来越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了吗？过去几十年里，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量不增反减，目前剩下13-14个小国，和梵蒂冈还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只看名义上的邦交，还要看到实质上的承认与合作。随着中共的威胁扩大，如今许多国家虽然口头上仍遵循一中政策，却在实际作为上大幅提升与台湾的往来层级。例如，美国不仅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对台安全承诺，近年更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政策法等，鼓励高层互访，军事经援也是史无前例的提升。欧盟与台湾之间也开始进行半官方的政治对话，多国国会通过友台决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就连过去相对保守的亚洲邻国，如南韩、菲律宾等，也逐渐公开讨论台海安全，并强调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些趋势难道不正是对台湾主权时态的某种承认吗？或许他们还没正式给台湾一张国际承认的门票，但已经默默地把台湾当成正常国家在对待。于是，中国就变成全球舞台上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他极力孤立台湾，
却发现自己反而日益被西方民主圈孤立。在国际民意场域里，中共鼓吹的台湾属中国，只剩下自己唱独角戏，自我陶醉罢了。再说回 IPEC 本身，中国其实对 IPEC 恨之入骨，视它为眼中钉。在中共眼里，这群集合各国民选代表的联盟，比某个单一国家政府更难对付，因为这些议员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党派，他们不受北京直接控制，各自的言论还受到民主制度保障，北京最多只能向他们所在国的政府施压，要求管管你们的议员。但民主国家的政府岂能随便钳制议员发声？这就是中共最头痛的地方。所以北京试图透过其他手段来削弱 IPEC 的影响力。裴伦德就透露过一件事，中国的压力已导致 IPEC 失去3个国家会员。哪3国呢？原来是非洲的马拉维、甘比亚和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这几国本来也有议员参与 IPEC， 但中国当局威胁利诱其政府，硬是逼得这些议员退群。例如，据说北京扬言，若马拉维议员不退出 IPEC， 就取消该国总统的访中行程。对所罗门更是直接要求该国政府让议员退群，并发表支持一中原则的声明。最后，所国的 IPEC 议员被迫走了一个，只剩下1位还在坚持为台湾发声。由此可见，中共为了阻挠各国挺台，不惜使出各种招数，包括挖外交墙角、金援施压、造谣抹黑等等。没错，造谣抹黑的戏码也在上演。就在这次 IPAC 峰会后，网络上突然冒出一则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声称台湾花了80亿欧元巨资贿赂，才换得副总统在欧洲议会演讲的机会。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显然背后有人精心操弄。IPEC 方面随即出面辟谣，澄清台湾政府根本没有拿钱赞助 IPEC， 这种说法纯属抹黑。几乎可以肯定，这类谣言就是中共或亲中势力故意放出的，目的在离间台湾与国际友人的互信，同时削弱这次外交突破的正面意义。所幸谣言很快被戳破，也再次印证了中共舆论战的阴险。总体而言， IPEC 的重磅宣言以及随之引发的交锋，象征着国际社会在台湾定位问题上进入新局面。过去大家习惯模糊处理的敏感话题，如今越来越被摊在阳光下谈。虽然各国政府未必立刻改变官方立场，但从立法机构和民间舆论开始，已有强大声音要求对北京说真话、讲原则。这种由下而上的压力终将影响各国政策走向。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国会、国际组织加入类似 IPAC 的行列，把挺台湾当作一种政治正确和价值宣示。对台湾而言，这当然是正向发展，也许有朝一日真的能累积足够的国际支持，突破正式承认的最后关卡。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北京在国际上碰壁，可能转而把怒火发泄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挑衅上。例如，近期共机共建扰台已成常态，每当国际上有挺台动作，北京就喜欢以实弹军演、环岛巡航来武吓台湾。今年以来，从美国对台军售、新任总统出访过境美国，到欧洲议员访台，只要出现所谓挑战红线的事件，中共几乎都会有所反应。可以想见， IPEC 这个宣言更让他们如鲠在喉。接下来不排除解放军再找借口在台海或台湾周边大动作演练，一方面恐吓台湾人民，另一方面对内宣传维护统一决心。这种以武拒统的气氛恐怕暂时难以消退。但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自由世界的联合声明让北京如此恼怒，也说明他的确打到了7寸。中共最不愿看到的局面，正是全球形成挺台防中的统一战线。现在这个趋势已经萌芽，中共当局自然急了。在70多年前的国共内战结束时，谁能想到台湾海峡的争端会延宕至今，并演变成今日这般牵动全球的格局。冷战时期，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角力。冷战后好长一段时间，很多国家对台海局势抱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历史走到今天，台湾这座自由的小岛已经成为民主与威权在亚洲对抗的最前线。台海不再只是两岸的事，而是世界的事。IPEC 的宣言正是这个大趋势的缩影。它昭告天下，自由民主阵营不仅看见了台湾的存在，也愿意为守护台湾这颗亚洲明珠而采取行动。当然，
这距离实质改变国际关系现状还有很多关卡，但至少冰封已久的现实正被一点点撼动。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未来会怎么发展？ IPEC 已经抛砖引玉，各国政府会跟进采纳这些原则吗？会不会有朝一日，主要国家干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或台湾国的主权地位？北京届时又将如何反应？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目前仍在未定之天。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暧昧的外交词令将越来越遮不住事实的轮廓。当真相被更多人接受，勇气也会随之增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突破想象的场景，例如民主国家联盟公开宣布保护台湾安全的机制成型，又或者台湾以观察员或成员身份进入更多国际组织，甚至可能有那么一天，一些国家不再闪烁其词，而是在国际场合直称台湾为国家。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北京将面临严峻的抉择，是继续闭目塞听，把头埋在沙里拒绝承认现实，还是铤而走险做出激烈举动？希望理性最终能占上风，毕竟动武没有赢家，只会招致全球更一致的反对。总而言之， IPEC 这项重磅宣言的意义在于团结自由世界，共同确认并维护台湾既有的独立地位。它不是在改变现状，而是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对台湾而言，这无疑是一大振奋人心的国际里程碑，对北京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警讯与打击。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动，未来的剧本正在书写。台湾人民所坚守的民主与自由，正获得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声援。我们将拭目以待，这股集体力量能否最终化解战争风险，维持台海长久的和平稳定。正如那句话所说，台湾有事，世界有事。现在世界真的行动起来了，我们也期盼有一天，北京当局能够清醒认识到这点，放弃对台湾的威吓，与台湾人民寻求和平共存之道。但在那之前，国际挺台声浪只会越来越强，而台湾将继续勇敢地站在风浪中，守护自己的家园，也守护着自由文明在亚洲的一盏灯火。让我们为这座小岛和所有支持它的伙伴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掌声。